沉香如饕餮，剧情残缺三大缺陷，杨紫诚意演技派也就不了。可惜啊，可惜啊！作为一个一贯看好范杨紫和诚意演技的人，看到正在执行的《沉香4渣》这档节目，说她不气馁是完全错误的。并且相近的2部电影《星光灿烂》和《苍兰诀》都火了，而《沉香未废》则一直不温不火。综合考虑，硬伤过多，环境变难，传播1个月以来，人群习惯性的抱怨剧情乱、剧情混日子、改造不彻底等等，这肯定不是离谱的点。今天就让小编来告诉大家，为什么即使是颜值和演技都不错的杨紫诚意这样的强者，也无法挽回《沉香如饕餮》这档节目中的3大缺憾。1、主线不清晰，人的发展不言自明。你如何用一句话概括《沉香如片》？男女主角3生3世施虐受虐。不管怎样，从本命的对头顶的热恋，到燕丹绕断脚架过马路的野蛮虐待，到后世无可救药的迷恋在地上，欺骗性的有害记忆。当2人终于互相追捧时，回到特权位置后的2人，同仇敌忾，铁骨铮铮，打倒假脑袋。2人的感情从始至终都没有让众人好过，2人的爱慕不是根本线，而是融入了双方的交锋。邪恶的存在，星球上的各种恶魔，以及天空中的镇压，是英雄的发展故事吗？回想一下，为什么万年蒂布斯却喜欢颜丹？潜在的预兆式冠军异常出色，可以同时学习所有内容。他是双联中最接地气的。不管怎样，剧情已经接近尾声了，颜丹还是有点邪门的。除了看穿感情和生活之外，他的发展本质上是不言而喻的，权力尊崇上述标准，一切都依赖于身边的家人和同伴。要说是统治者的发展，更何况是人头从新到平民到懂小爱的发展，真不知道发展到什么地步了。要说发展的最厉害的人，我不妨称他为颜丹的妹妹知喜。伤2支线太多，剧情拉长。截至目前，该节目已发行到54集，并不过分冗长。不过，一个像样的节目并不急于长，但我不能说有没有像我这样的同伴。一直以来，3倍速看的时候都觉得进步太慢了。剧情的拖沓是沉香如饕餮的缺陷，主要是因为它需要传达过多的内容。每个角色都努力做到完整和完整。一个人其实有着复杂的关系，每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关系都会投入大量的精力去解读，最终似乎是没有区别的需求和挥之不去。这部剧的配角故事很多，比主人公的故事多出几倍，也有的比主人公的故事更劲爆。尽管如此，还是有过多的支线故事，这促使主人公的情节进展缓慢。比如在这部剧的总主线中，男女主角之间的爱慕有3个日常，3个生活。每个人都有无数个角色，就连诚意也很快就会出现在自己爸爸的第4人格史莱姆桶撒蛋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末日就要结束了，男主需要投入这么大的精力来破译过去时代的叙事。一个节目不需要明显的理解生活和生活。虽有男女主角的故事，但我们也有完整的男2号玉墨，从一抹暗鱼开始发育，化作文静暖男，下凡入世，化身为人。统治者，万物平等，甚至变成了4大洋的强者，你干脆说这不是主角的设计吗？那不算，他还有天宫小弟子的剧情，勇敢的女人颜丹，地球上专家和工人的所在地，感知后的帮助剧情，与小异蛇小姐线、职业线、小乌龟的人类兄弟线的纯情，还去搜了颜丹和各种眼神带来的王爷花魁的瞬间线，这条线很可爱。除了男3，还有男3小乌龟小狐狸的崇拜线，以及大修邪神玄翔和女妖桃子其2个宇宙间的迷恋泉眼、提示道和天上环 Javelin 的虚假爱情。虽说一男2男3男4，我们同样有女2智喜、女3英邓的4生4岁的发展路线，从光头到发展后的经历化为灵魂，化作妙法阁的高手之后，出现了无数被暴力勾勒出英勇女子的场景，直到他凭记忆降格为人间，化身为修道修行的道教隐士。一个恶魔。说真的，看他的演技已经够累了，加多了反而会适得其反。我们还有第4女小龙，女的成长线当然
不管他在哪里，他都会一直帮助于莫哥哥。此外，天上的一群神灵也各有各的性格，世间的君王、演员也有情谊。雁兰山不同的怪物不同，怪物猎人的队伍也玩了不少。男女主所到之处，一个个故事接二连三，就像是1001夜的故事集锦，男女主只是 NPC。伤害3，感情不自然，人物态度难以引起共鸣。这个剧情最不爽的地方，也就是男主和女主之间的爱情总是不情愿的，却不是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。比如前世，两人在天上相爱，但皇上宁愿被女主误会，不回应，因为神明不深情，承认他对自己有感情，于是不在同一个频道的两个人跳桥分道扬镳。燕丹跳桥后900年都忘不了皇上，最终还是选择恨他入骨。而皇上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爱后，拼命去找燕丹，抹去他的记忆，让他离开他。我不明白，当他们来到这个世界时，他们都没有任何记忆，终于可以重新开始了。不过唐周有师门的规矩不允许他谈恋爱，所以他终于突破了师门，两人终于在关键时刻走到了一起。女主的记忆回来了，所以他拒绝再断绝爱情，说他们两个不可能。不管男主怎么追求，怎么表达诚意，他都坚决不同意。太累了，说实话，他们不累，我看腻了。最后，唐周死了，皇帝回来了。两人因为大魔帝皇的曝光，开始与敌人牵手。不过剧情已经到了收尾阶段，观众的耐心已经基本耗尽。支持男女主演技的责任感和路人好感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只想有一些甜蜜的情节，让自己心情好一点，让我们成功的结束它。然而此刻，接下来的剧情居然要详细演绎上一代男主的爱恨情仇。这好像开万里道山前还有路，柳花见花又发现了另一个村子。这部剧的最后一点情节，不是为了弥补男女主角角色的升华，情感升华居然要另开炉灶，另辟蹊径。只能说我真的不懂编剧的脑回路，剧情上的瑕疵让大部分剧迷都筋疲力尽。不知道有多少人能熬过节目的尾声，又有多少人期待观看呢？你怎么看《沉香四渣》这部剧？留言聊天。02，短短几个小时，肖战连续3天更新，观看人数突破1600万。最近，肖战的惊喜可谓一波接一波。继8月29日与联名 TODS 发布秋冬促销大片，8月30日泳装大片后，8月31日肖战再度亮相。一条消息已经更新，而随着这条消息的发布，也标志着肖战连续3天更新了这条消息。在最新的新闻发布会上，肖战联手品牌真历时更新了一部全新的时间概念大片，而毫无疑问，在此次大片更新之后，他也收获了极高的人气。不仅在刚刚几个小时后，点赞数就突破了270万，观看人数达到了惊人的1600万，而且这个数据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在持续增长。可见，肖战是无双的，影响绝对不只是说说而已。另外，在这次真历时的宣传大片中，肖战一身黑色长袖 T 恤现身，可以说是满满的总裁气质，尤其是配合肖战的声音朗读旁白，堪称魅力值。餐桌让人拥有听觉和视觉的双重享受。当然，给大家带来双重享受的肖战，可以说是又一次拥有了，显示了他的高商业价值。因为从他短短几个小时内获得的高人气和反响来看，也是如此。宣传的成功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宣传的成功，其实就是肖战对品牌支持的最好证明。作为公认的优秀代言人，肖战的影响力和带货能力早已有目共睹，尤其是能被30多个品牌使用、重视并与他们达成互利共赢的合作，也足以说明肖战在商业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。在商业领域的不凡成就，也可以说是肖战事业大踏步的一个缩影。因为无论是演员还是歌手，肖战在各个领域的成就都越来越出众。当然，越来越优秀的成绩不仅仅是肖战不断努力的结果，也是肖战自身优秀的必然。